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悠悠中文的新节目《悠悠对聊》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优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优。大优，能不能请你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新节目呢？好啊，悠悠对聊是我们悠悠中文针对中高级的学生推出的对话聊天节目。在节目中，我们会用最地道的中文和大家聊各种各样的话题。是的，这些话题都是生活中最常用的哦。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练习你的听和说。好，让我们赶快开始吧。好的。小优，你最近看起来没有什么精神啊。也不是，只是一想到周末还要加班，就不怎么开心了。你应该不会是不想去上班了吧？猜对了，你这么聪明，帮我想想办法请假吧。好啊，那我们先进入一段情景对话。喂，您好。您好，张总。我是小优，您这会儿忙吗？哦，小优啊，不忙，没关系，你说。张总，我昨晚加班到凌晨3点，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感冒了。哦，是吗？怪不得听你声音怪怪的。是啊，张总，我现在喉咙很痛，眼睛也很痒，还一直打喷嚏。啊啾！还挺严重的。年底工作确实比较多，那你今天就好好休息一下，吃点药。好的，谢谢张总，昨晚我已经吃过了。哦，那就好。另外，你应该多吃点清淡的。但是我感觉没什么胃口，不过已经叫外卖了，点了一份白粥。好的，那你先把手头的事放一放，最近辛苦你了，好好休息。好的，谢谢张总。不客气，再见。再见。大优，你的主意真不错，既帮我请了假，又提醒了老板要多关心员工。你们这个公司周末还加班啊？可不是吗？没办法，现在很多的公司都这样。行，既然请好了假，就别多想了，你好好放松一下。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呢？可以逛逛街，见见朋友，看看电影什么的。想想就很过瘾。那在你逛街之前，我们先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对话中出现的实用表达吧。好的。第一个是，您这会儿忙吗？您这会儿忙吗？您这会儿忙吗？这是一个非常礼貌的表达。你如果想和某人讲话，或者请某人帮忙，但是对方正在做自己的事情，那么你可能会占用到对方的时间了。所以，如果担心打扰到对方，就要提前问一句，看看对方是不是在忙。这句话也表达了，如果对方没时间，可以过一会儿再说的含义。如果对方有时间，就可以像张总一样回答，不忙没关系，你说，或者没事不忙你说等等。这句话也可以用在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。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吧。小优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，你这会儿忙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这会儿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完事儿我们说，行吗？好的。大优，你这会儿忙吗？不忙，有什么事吗？你可以陪我聊聊天吗？我刚刚跟男朋友吵架了。喂，大优，我电脑打不开了，你这会儿忙吗？我想请你帮我修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正在吃饭呢，10分钟以后我过去帮你看一下吧。好的，谢谢。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表达，手头的事先放一放。手头的事先放一放。手头的事的意思是手里正在做的事。手头的事先放一放，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，但是突然有另一件事也需要你去做，那么你需要停下手里在做的事。让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吧。大佑，忙了一上午了，
把手头的事放一放，休息一下吧。没事儿，我把手头上这点事儿做完再休息。哎呀，最近啊，真是太累了，感觉工作一直做不完。那要不先把手头的事放一放，休息一下，这样工作效率会更高呢？不行啊，手头上这个表格周末就要交了，我必须尽快完成。这样啊，那我给你泡杯咖啡，然后你再继续加油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喂，小优，你给我的这个表格有点问题，你把手头的事放一放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哦，好的，张总，我现在就去。现在我们来说说第3个，也是非常暖心的一个表达，辛苦你了。辛苦你了。辛苦你了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一个人很努力地完成了一件事，为完成这件事花费了时间、精力或者体力。这时我们就会说辛苦你了。让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例子吧。嗨，小优。哎，这是你上次想借的那本书，我给你带来了。哎呀，太感谢了，辛苦你了，还特意给我送来。没事儿没事儿，我正好路过这儿。在别人帮助你以后，你也可以用这句话来感谢别人对你的帮助。大佑，辛苦你了，上午帮了我这么多忙。不用客气，都是些小事。下次再有事需要帮忙的话，就随时联系我。好的，谢谢。喂，您好。您好，张总。我是小优，您这会儿忙吗？哦，小优啊，不忙，没关系，你说。张总，我昨晚加班到凌晨3点，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感冒了。哦，是吗？怪不得听你声音怪怪的。是啊，张总，我现在喉咙很痛，眼睛也很痒，还一直打喷嚏。啊啾！还挺严重的。哎，年底工作确实比较多，那你今天就好好休息一下，吃点药。好的，谢谢张总，昨晚我已经吃过了。哦，那就好。另外，你应该多吃点清淡的。但是我感觉没什么胃口，不过已经叫外卖了，点了一份白粥。好的，那你先把手头的事放一放，最近辛苦你了，好好休息。好的，谢谢张总。不客气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其实在中国吧，周末工作或者在工作日加班还是挺常见的。是啊，我以前的工作就经常需要加班。这样的工作，一方面可能会比较累，另一方面也容易影响身体健康。是啊，那你以前的公司一周会让你加几个小时的班呢？一般是10到15个小时，不过还好，不是每周都要加班，只是在我们最忙的时候才需要加班。我相信你一定听说过996吧？我听说过，996就是指工作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，然后一周工作6天。不过这是非常不健康的工作方式。是啊，如果身体累坏了，那就什么都做不了了。是啊，那你们公司对于请假方面是怎么规定的呢？我们公司还不错，如果说是超过1周的假，那么需要提前1个月请假。如果说是1-2天的话，那么提前1天跟老板说就可以了。如果说是当天不舒服呢，那当天说就行了。那还挺好的。那病假和年假呢？我们有4天的病假，然后还有15天的年假。你们公司怎么样呢？经常加班吗？我以前的公司啊，会偶尔加班，不过就2-3个小时而已，不算太多。但是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们公司经常要加班，而且加班到好晚。他们那个老板也经常加班，如果到了下班时间，老板还没有回家，
那大家都不太好意思提前走。另外，下班后有时还需要和老板、同事们出去吃饭、喝酒什么的，真的非常累。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，如果喝多了，那第二天只能请病假了。哇，如果是我的话，肯定坚持不下来。在中国，大部分时候的确要等老板走了以后才能走。下班后，有时也的确要陪客户吃饭、唱歌什么的，这都算是工作的一部分。我想，这可能是中国的一种职场文化吧，和西方真的很不一样。我出国工作以后，发现很多同事都不用等老板下班，只要时间到了，就可以直接回家了，心里也不用有任何的压力。另外，一般情况下也不需要经常加班，只要到了下班时间，就可以直接回家了。一起聚餐什么的就更少了。在国外，对待客户方面也没有国内那么夸张。是的，中西方的工作文化还真是很不一样呢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。希望大家能在这期节目里学到一些实用的表达，同时了解一部分中国的职场文化。我是小优，我是大优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